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看评论区啊，很多人都在质疑我们这个炉件茶室，是头重脚轻，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玻璃太重了，卡在上面会不会影响它的承重？其实大家所说的这些都是多余的担心。大家看我们这个玻璃卡在上面，不仅没有加大它的承重啊，还让我们这个茶室更加稳固了。不加这个玻璃的话，感觉松松垮垮的。加了玻璃后，它就相当于一根座子给它顶住了。这下面是实心的，上面也是实心的，给它顶住。所以说呢，不存在大家说的这个玻璃在上面会摇晃，会被风刮下来。这两边都是这样的。然后很多人都说，你们这个座子应该多垫点石头，把这个座子给它，就让它更加牢固。其实我们这座子在几个月前，我们已经把它进行了大改善。当初大家知道吧，我们这个座子是裸露在外面的。我们当初弄的时候就已经给座子弄了很多钢筋，从这个座子中间穿过去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又到了这个水泥墩子，这个水泥墩子到了以后，我们的茶室就比较稳固了。以前随便推一下这个茶室就左右摇晃，现在的话就不会存在那个问题了。这个标号还是很高的啊。这边这4只脚我们都是用这个水泥给加过了的。你看这边这么大一个水泥墩子，里面还在担心它会倒塌吗？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。那边也是，那边就进不去了。我们这个桌子虽然说当初那些师傅没做得好，但是我自己也是做了很多功课，然后把这个房子给它矫正了。现在我们装这些玻璃啊，这些木板，都还是很稳固的。以前的话是装不上去的，因为以前每根座子它的线都不在一个水平上，因为他们这些师傅他们就是那种半壶水，他们只是懂略懂一点这个建筑，完全不懂怎么来建房子，怎么去找水平，一点工匠精神都没有，所以说导致我们这个茶室建好后就是摇摇晃晃的。这些座子我们也是打算给它打磨后，然后上一些木蜡油或者一些防腐漆吧，像这样的话应该保存的更久一些。这下面这些木头大家说太乱了，其实我也是想把它收出来，但是我们的房子地就只有那么大，我们往哪里收呢？其他地方人家也不让我们堆，我们只能堆在我们仅有的地方。像这一木头是很大的，当初是费了9.2虎之力才把它弄进去。像这一块都不是我们的，本来人家以前，这一块是我们把这个茶室租给人家的，但是另外一家他的争，他说，这里从他房子对出来都是他的，然后我们也懒得跟他争了，这些都不管了。但这个柱子也是用水泥倒了的。如果说我们后期觉得这个木头会有腐蚀的那种性状的话，我是那样想的，我们就从下面倒一个水泥墩子上来，给它上面撑住，像这也是可以的。要么就是完全用水泥座子来给它架空，只保留上面的，就相当于这下面这个阁楼，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水泥板面，就是做一个水泥的平台，这上面就是我们的茶室。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茶室里面，现在茶室我们基本上已经改掉的差不多了，就是一些卫生还有没有打磨。像我们这个茶室还是很温馨的，虽然小，但是它该有的都还是有。接下来就是要翻瓦片，因为我们这个茶室不大，请人来翻的话不划算。好像上次问了一下，就是翻一天的瓦片的话要400块钱，一天，应该也翻不了一天。我自己翻的话，可能也就2天时间就把它翻完了。因为我们漏雨的地方也不是很多，到时候我自己找个楼梯爬上去，然后把这些该补的地方补一下，把这些全都补好以后，该浇我就浇瓦，挖好后我们就开始在这里面安装灯带了，灯带、吊灯啊，还有一些柜子。因为现在我想的是，如果说装好了，我们又去翻瓦片的话，那一掉下来会砸到东西，
去翻瓦的时候，我们这些桌子板凳呢搬出去，小心瓦片掉下来摔坏了。像这个地面的话，也是打算给它打磨，打磨以后我们给它刷上那个棕色的油漆，让它看起来更像木地板，就像那个城里那些装在商品楼里面那种木地板一样。所以现在这个地板看起来，你不管扫得多干净，都感觉灰灰沉沉的，太脏了。在这外面的话，我想的是，在网上去买一点草籽来撒在这里，然后这其他地方全都长草，就让这个石头裸露出来，那这样也会挺好看的。我上次不是说了嘛，我们这棵葡萄打算给它搭到这个房梁上去，很多人都说这个葡萄搭到上面去不好，但是我是这样想的，我们这个葡萄我是像这样沿着这个边缘然后让它搭上去，就是多余的压制我就随时的修剪，就不会存在那个把这个房子上面长虫嘛。像这些芭蕉树，我们也是随时都要给它定期修理，像现在长了一些小芽起来，我们要把它砍掉，就只留2棵，要这样好看一点。如果说芭蕉树太多的话，太密集，就显得不是那么美观。这个菜园的这里我们尽量多种一些爬藤的植物或者蔬菜呀，让它爬在上面，既美观啊，又可以采摘。现在我们这还是一块玻璃，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玻璃该怎么利用呢？是继续拿来装在茶室上呢，还是拿来利用在大房子那边？其实这个玻璃，你要是再长一点就好了啊。长一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前面，但是前面我们是打算给它做一个可以开合的，但是这一块玻璃是实现不了的。到时候我们会去店里面定做一个2块玻璃的，可以打开关上，像这样的话既能欣赏风景，又能让那个自然的风给它灌输进来，是不是？像这些灯笼，我们都要给它装上灯泡，然后让它亮起来，晚上就漂亮了。以后有朋友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茶室里面招待他们，在茶室里面聊聊天、喝喝茶，还是不错的。有了这个茶室以后，有朋友来就不那么尴尬了，都坐在那个院子里发呆，就可以在这里面喝喝茶、看看书，是吧？我们还可以弄一个幕布来，放在那里看投影之类的。其实我们这个茶室有10多个平方，其实好好利用的话还是不错的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现在不仅在改造茶室，还在改造我们的院子。现在呢，茶室这里我们就可以告一段落了。最近就是打算把茶室好好的打扫干净，因为院子里面现在在改造，乌烟瘴气的。有朋友来的话，我们就首先接待他们在这个茶室里面玩，就不到那个院子里面去了。院子里面确实很乱。我们最近改造的话，也会有很多灰尘之类的。也在把那个去年给搭好后，我们还要去上面垮塌落那里去把那些风花石运到下面来，给我们那个院子给它铺起来。